好的，汤老师，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解吧。好的。好，那么我现在手中为大家展示的是我们本场就是今天晚上拍卖的第1号拍品啊，第1501号。这是一件18世纪的粉彩描金褐兽纹的花口杯碟一套啊，一套。这是有一个杯子，还有一个碟子。我先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品相啊。品相呢是这只杯子的口沿有2处冲线，我刚才好像已经找到了的，就是杯子的口沿有2处冲线，还有1处这个小飞皮儿，然后呢盘子的口沿呢也有1条冲线，也有1处冲线啊，因为这种啊它的胎特别的薄啊，这个胎特别的薄。我们一会儿可以拿一个手电筒，叫他帮我拿一个手电筒好吗？谢谢啊。这个胎呀特别的薄，就是经过这个这么久的时间的保存啊，能有这样的品相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啊，真的相当不容易。而且呢，这一套这个杯碟呢，它的这个纹饰啊，大家通过镜头可以感受得到，这个纹饰啊，它的金彩保存的非常的漂亮。然后它的主体纹饰呢是以这个粉彩加金啊，粉彩加金，这个画的是，画了这个几只鹤，我看啊，画了3只鹤啊，就这个杯子啊外边画了3只鹤，然后呢中间呢又以这个折枝的桃纹来作为装饰啊，折枝的桃纹作为装饰，然后它的里心呢是画了1只团鹤。那么这个鹤的嘴上啊，也是雕了1只这个灵芝啊，雕了一个灵芝纹，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胎体是多么的轻薄。没事，可以。摁住它。按不动。摁这边，摁这边，哎，对，好。对。这个给大家打一下，它这个胎体是多么的轻薄，很薄，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碟子的纹饰呢，也是非常的漂亮，可以感受一下。这真的是金碧辉煌的啊，这金彩保存的太漂亮了。盘子的，这个胎啊，汤老师正在用手电筒也是给大家展示。这个胎是非常的薄，通透的。然后它的这个主体纹饰呢，和我们刚才这个杯子上的主体纹饰是呼应的啊，都是一致的，也是以就是外边一圈呢，以3只这个鹤啊，3只仙鹤啊为主体，然后呢在中间呢以3组折枝的桃纹作为装饰，那么最中心的位置呢以这个团鹤纹也作为一个中心的纹饰，而且这个团鹤的这个嘴上啊雕的也是一个这个灵芝啊，灵芝。我们知道不管是仙鹤也好，还是说这个桃纹也好啊，它包括这个它嘴里雕的这个灵芝，它都是长寿的这个寓意啊，长寿的这个寓意。而且呢，鹤啊，它也是非常高贵的一种动物吧，是吧？一种飞禽啊，一种飞禽。所以说这个整体的纹饰啊，它无一不透露着这个长寿，这个高贵的这么一个意味在里边。而且呢，再搭配上这个金彩啊，显得尤其的漂亮，就是它比普通的粉彩看起来会更加的有韵味。然后看一下这个盘子的背面，背面呢它是光素无纹的，整体这个釉面呀，通过这个镜头大家可以感受得到，这个釉面是非常的莹润，非常的漂亮啊。然后胎体也非常薄。另外呢，这个盘子和杯子呢，口沿呢都是以这种花口啊作为一个造型，而且这口上呢都是又描了1圈的金啊，所以显得也非常的别致。如果搭配在一起，感受一下它的这种高贵之处啊，来，我们给一下近景看看，还是非常漂亮的。
就是通过图片大家感受不到它的美，但是当你拿到手里啊，我们这么近镜头的去扫过的时候，大家应该能感受到它的这个釉质是非常的细腻啊，釉质非常的细腻，而且它的画工也是非常的漂亮啊，可以感受一下啊。好的，这是一组杯碟一套啊，还是蛮漂亮的。对，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标的是18世纪，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就是乾隆时期的作品。那么我们刚才讲了，给大家用手电筒啊，专门打了一下，就是它这个胎呢是薄胎的。那么刚才我们还在研究这个东西的工艺啊，研究它的工艺，说明当时的这个制作工艺呢已经是非常的娴熟，而且呢，这个这么薄的胎，一点没变形，这个对于我们当时的工匠来讲，包括那个我们在烧造过程当中，能保证它的这个规整不变形，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这在制作工艺上的这种精湛。第二个呢，就是讲上面的金，这个用金来做装饰啊，用的最多的实际上是乾隆啊。我们说之前有没有？有。但是用这种纯金来描绘一个主体的图案，而且从头到尾都在用金来描绘，这种情况呢，乾隆用的比较多。所以我们讲的呢，实际上已经很清楚，这是一件乾隆时期的作品。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图案啊，比较的祥瑞。这个呢，就是完全就是一种贺寿的题材，仙鹤长寿嘛，直到今天。我们这个动物保护啊，仙鹤都是我们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禽之一，所以我们古人也知道它非常的珍贵，所以拿它来作为我们一个这个祥瑞的主体纹饰，这个应该说这个历史是非常悠久的，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那么这个呢，就是寿桃，这个我们不用说了，因为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嘛，这是我们清代这个从头至尾一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贺寿的时候用寿桃啊，这个都是经常在使用的啊。那个尤其是到老人家来了以后，要么就是仙桃，要么就是用面做的那种寿桃，来恭贺长寿啊。这一对呢，这个碟和这个上面的杯呢，这两者之间正好搭配啊。纹饰呢，应该是一组当中的啊，一批当中的这么一组啊，所以这个题材呢，能够保存到今天，应该说非常不易。刚才我也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碟上面的那个冲线，实际上还是我们后人在保存的过程当中不小心啊。这个磕碰的结果，因为太薄了，太薄。那个暗纹呢，你如果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说明这个时间并不是特别的长。如果是几十年，甚至更早的话，那么这个冲线里边一定有脏的，有脏的，有污染的，而这个干干净净，说明挺可惜啊，这么好的、这么精美的东西，这么薄的东西。上面有这么一个暗纹呢，这个让人感觉就是挺遗憾的啊。这个也就是说，给我们这个镜头前的朋友呢，我们有一说一，是吧？上面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我们都告诉大家。但是，如果你想购买这样的东西，这个在您手上呢，我们希望它不要再出现其他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毕竟离我们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啊。我们到我们自己手上呢，应该更加慎重的保护它，这个才是我们讲对于这件东西呢，我们对它要一个交代啊。行，好的，杨老师说刚刚进来啊，想要在近距离看一下。那么我是现在为您展示的是我们这个杯子，然后碟子呢。那么碟子的纹饰和杯子的纹饰是呼应的啊，都是一模一样的。对，这上面那个寿桃的叶子呀，它是用蓝料彩来填绘的，
所以它整体的纹饰就是用矾红、蓝料彩以及用金来画这个主体纹饰的。所以这个纹饰呢，应该说，用现在的成语叫金碧辉煌吧，是吧？这个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错啊，因为迎着光看的话，它整个就是金光灿灿是的。而且这个手电筒一打呀，这个特别的通透啊，因为它的胎质太细腻了，而且胎又特别薄。对。天老师几点开拍啊？我们是有2场的抖音拍卖啊，有2场。每天下午2点呢，将由我和汤老师呢是为大家进行这个直播导览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网拍啊，有很多朋友他只能是通过我们这个店铺里边的照片来感受一下拍品，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这些精挑细选的非常有特点的一些拍品。所以呢，还是想跟大家再通过镜头再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如果有任何问题呢，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提出来，好吗？是这个不容易在什么地方？说到底一句话就是金这个彩，它在温度烘烤的过程当中，实际尤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是很脆弱的。是的。这上面的金彩保存的这么完美，实属不易。这个呢，我们有一说一的确不容易，因为它稍微留意的话，上面的彩就给刮掉。而且这个颜色我们讲纯金啊，金红，这颜色黄中偏一点红，说明这个金的成色比较好。这个也是我们要在这儿给大家在讲色彩的时候特别要强调的地方好的。那么我现在手中拿的这一件是我们今天晚上第3号拍品啊，1503号，是一件轻晚期的素三彩贴塑童子水鱼儿啊，童子水鱼儿。然后这一件呢，它的品相是口上有颗冲啊，我大概看了一下，应该就是这一块啊，就是口沿有颗冲，就是这一块。这个胳膊肘这儿啊，磕了一点点，然后呢顺着一条小冲啊，冲到这儿，就这个口这儿有一道冲。对，看一下啊。然后呢，我先不跟大家说这个什么彩呀之类的啊，大家先通过镜头看一下它的这个贴塑的这个造型啊，是2个小娃娃在踩着这个冻石啊，这个冻石上面呢有一个缸啊，对于我们来说是水鱼儿，但是从这个童子的这个比例来说，对于他们来说那就是一个大缸了，都快啊。这个尺寸呢还是挺有意思的啊。然后这2个小娃娃呢，就是攀爬着石头踩上去，还不够这个缸的高度呢。然后扒在这个缸沿上边干嘛呢？大家看一下，这个小娃娃这个手里拿了一条小鱼啊，小鱼是调皮的，准备往这个缸里边去扔小鱼儿。然后呢，这个小孩呢是，看着这个鱼，什么时候掉到缸里，到底能不能掉下来，投不投得准哈？就这2个小孩呢，非常的这个眼神啊，是非常的呼应，特别的可爱啊，憨态可掬啊，憨态可掬啊！你看一下手里的鱼，快要掉到这个缸里了哈，快要掉到缸里了。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一件它的彩呢是素三彩。素三彩呢，一般我们说它是以这个黄彩、绿彩和紫彩作为它主要的3种颜色啊，黄、绿、紫3种颜色啊，我们一般叫它素三彩。然后我们说素三彩里边应该是不会含红色调，对，是肯定不会有红色的啊。对，也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素三彩里是肯定不会含红色的，然后这一件呢，它是属于轻晚期的一个素三彩。其实我们经常看到晚期的这种，有的时候和康熙的那种素三彩呢，还是就是相似度还是挺高的啊，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彩的细节方面的对比啊，还有它底足的一些观察呢，就是这一件呢，它还是属于一个轻晚期的一个作品啊。但是说实话，这一件呢，我觉得它的做工工艺是非常的复杂，它和我们常见的这种元器就是琢器不太一样的是，它采用了捏塑、堆塑的这种工艺手法。那么上边的这个小水鱼是一个部分，下边的这个冻石啊，它又是一个部分。
那么2个小娃娃它又是一个部分，所以说这每一个部分呢，它都要做的非常的这个巧妙，而且尺寸要非常的到位，然后才能把这几部分组合成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件瓷器哈。所以这一件呢，我觉得就是工艺程度还是非常的复杂的。那么从它的这个造型来说呢，我们说它是一个水鱼儿。然后也是属于一件文房器了，对吧？也是属于一件文房器，案头的陈设的一个文房器。看见这个2个小娃娃在，然后我觉得放在这个案头前呀，就给人一种特别安静的一个感觉。哎，可以好好的欣赏这2个小娃娃的同时，还可以安静的来写诗作画啊，非常的美。哎，这个东西呢，主要是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贴塑，是吧？这个贴塑呢，对中国人来讲呢，它这个历史就非常悠久了，是吧？有1-2千年的历史啊。那么这1-2千年的这种贴塑工艺啊，由最初的这个我们讲这个浑瓶啊等等这些这个器型上，慢慢演变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案头的摆设上。这个里边这个有一个很长的发展阶段。那么这个发展阶段过程当中呢，也和器型以及我们个人的需求爱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种关系呢，是一个历史的传承，所以这个贴塑呢是它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呢，它这个东西呢和我们其他的文房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讲康熙的那些文房的东西，是吧？有这样造型那样造型油盒水唇，是吧？这个苹果樽等等等等。但这件东西呢，是把这个水鱼儿或者说水唇，它巧妙地设计成了一个鱼缸。这个呢就非常有这种创意。也是这件作品它的亮点之一。那么堆贴小孩呢，其实这个小孩这种堆贴工艺呢，乾隆时期我们就见到，比如说五子登科呀，这个小孩子爬到屏上，这种都有但是这个呢是用什么呢？用生活当中的一个场景，小孩子的嬉戏，一个是在攀爬，一个是在抓鱼，或者是把鱼投到缸里，对吧？生活当中的一个场景，把它凝固了，固化了，把它变成了一件艺术品旁边的一个陪衬。这个创意呢，的确是这件作品的最大亮点，是吧？而且它这个水缸的话呢，还不是放在就是一个缸，仅此而已。它底下还用玲珑石衬托，显得这个石头呢非常的鱼缸放得非常高。2个孩子的这种动态，一个是攀爬，一个在投掷，是吧？这个一静一动，又显得了这个生活当中的这种场景是栩栩如生的，这个是相互之间的这种呼应。所以把这种东西放在案头上的时候，始终让人感觉到这个生活当中的乐趣这种乐趣永远是和我们伴随着我们的伴随着我们。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讲这件东西呢，虽然它的年代并不早，但是它生活的场景和这种乐趣却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见到的。而这种把它凝固起来的这个艺术又陈设摆在自己的案头这种愉悦感这个也是让人感到油然而生所以这件东西呢，妙就妙在这儿。当然这一件作品它是素三彩，刚才我们讲过了，是吧？素三彩的作品呢，我们康熙就有一些素三彩的作品，盘了碗了都有而这件东西呢，是用了生活场景当中来也是有它一点典雅之处，是吧？而且这个彩呢，都是用的低温大家要注意，都是低温彩，素三彩而且小孩子头上的这种透明釉，我们叫密灵釉所谓密灵釉呢，就是用铅做的一种透明的这种釉，所以它做在这个孩子的头上也好，脸上也好，它是薄薄的一层，而且呢，基釉的地方呢，就像我们讲，像我们这个吃的那个蜂蜜一样，流淌下来。
积在那个地方，清澈的，而且是透明的，啊，这个就是这件东西的作品。所以这件小作品啊，旁边你看，包括孩子身上的衣服小团花儿啊，以及这个缸上用的这种缠枝莲花，这种纹饰啊，也是我们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一直延续的若干朝代都常用的一种装饰纹样，它也把它凝固在了我们这件小小的作品上。其实它是小气大样，是的啊，这件东西呢妙就妙在这儿，哇，把这个我们生活的场景凝固起来，凝聚成这件作品，这就是它的最大亮点。对，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说这两个娃娃呀，就是通过他的神态还有他的动作，能感受到这两个小娃娃的这个调皮之处哈。对，就是不够高，那这腿啊都悬空着往上攀爬的感觉啊，拿着这个小鱼儿，这往里边调皮的要往里扔的这种感觉，哎呀，特别的可爱，我觉得。有意思，这孩子呀，从小。这个无畏啊！你看他根本不知道高低，就摔下来不摔下来根本无所谓。这个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场景。其实我们孩子们都是这样，对吧？顽皮嘛，对吧？无知无畏啊，典型的就是这么不害怕。是的，是的，非常可爱啊。非常有意思。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件。我们继续往后来看，我手中的这一件呢，是我们本次的第1504号拍品啊，是一件青铜制的。粉彩景字花鸟纹四方窝角贡盘啊，那么这一件的品相是口沿有小颗啊，品相是口沿有小颗啊，那就是这一块啊，这一块就是窝角的这一块有一点小颗，然后其他的地方都还好啊，整体品相还不错。然后呢，它是有一个瀚海的。一个是瀚海的老库签，一个是瀚海的这个拍卖上拍的一个老标签啊，应该是最早瀚海是不是有过拍卖记录啊？对，早了。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一件呢，它的主体纹饰啊，是以这种矾红啊，双矾红那个线，双矾红线哈，来画了这个。来勾勒了这个景字纹啊，然后给它分成了3得9啊，9块区域，然后9块区域呢，它都是以这种花鸟为主体纹饰。我大概看了一下，它是每间隔呢都是花，然后呢在每间隔以下的时候呢，它是带有这个草虫这个飞虫在上面的啊。然后中心呢也是一个，这应该是一个蝈蝈，对，蝈蝈在这个牡丹花上边啊，那么也是这个官上加官的一个寓意。然后呢，它整个这9个纹饰呢，就是穿插着以花卉，然后还以这个果实还有这个昆虫穿插着来给它进行摆放。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外边的纹饰啊。其实外边的纹饰啊，乍一看，汤老师有点像那个江西什锦的这种感觉，对吧？来，大家也看一下，就是它外边这个纹饰，乍一看还是有江西什锦的这个图案在里边啊，有这么一个意味在里边。然后靠近圈足的一圈呢是这种海浪纹啊，海浪纹。然后海浪纹的上下呢是以这个。矾红加金彩啊，作为一个勾勒，作为一个装饰。那么我们也知道，海浪纹啊，在好多这个好多这个瓷器的图案上，包括有一些这个黄袍的这个底部啊，黄袍的那种刺绣的底部啊，都有这种海浪纹。海浪呢，它也是作为江山永固、一统江山之意啊。然后底部呢是落了一个。大清同治年制的一个篆书款啊，6字3行的一个篆书款。
那么整体这一件呢，它的这个造型呢还是比较别致的，作为一件高足的一个供盘啊，也是可以盛放水果呀等等。而且呢，它的4个角呢是以这个窝角的形式来表现啊，也是这个工艺方面还是稍微更加讲究了一下。而且呢，我们看它其实它是属于一个底足呢，它是一个圆的，然后上边呢又是一个方的，对吧？又是一个方的。我们知道这个方器啊，它在瓷器的制作里边，它的工艺讲了，这种大清同治年制啊，它用的是篆书款。我们以前一直给大家讲，从咸丰开始，我们的官窑器基本上都是用大清咸丰年制6字2行楷书款，而且不带边框的。但是呢，这种工艺啊，这种窝角里边啊，这个用篆书写6字3行款的这种写法，一直延续到了什么时候？光绪。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种外出方框啊，这外出内系的这种方框款，咸丰也有，同治、光绪都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款的时候呢，马上脑子里也要反映出来，这种款的话，民窑里边一直在沿用，它不会因为你大运瓷当中这个6字2行楷书款了，我就跟着你也来6字2行楷书款，不是的，它依然延续了乾隆、嘉庆、道光，一直延续到光绪。民间窑里边这种写法、落款形式一直没有变化。当然我们讲民窑里边有没有大清光绪年制款呢？有的啊，也是楷书款，但是这种一直保留下来这种传统的写法，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款的时候，大清同治年制啊，这个年代没有错啊，这个年代是比较准确的，而且这种造型啊，多边形、异形的这种盘碗这种元器啊，从这个乾隆开始以后啊，往后边这种情况就越来越多啊，尤其道光啊、同治啊、光绪用的特别的多，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异形的、多边形的元器、琢器，不要因为它的器型变化对东西本身产生怀疑。这个呢我们要坚信。而这件东西也是我们过去在文物商店，道光的、同治的都有光绪的就比较少一些这个造型的所以这个东西本身呢，在年代上毫无疑问应该是没有任何这个可以存疑的地方。是的，而且这个外边给它稍微洗洗应该还是挺漂亮的哈。对，应该说是相对复杂一点。人家说1方顶10元就是说这种方器呢会难度稍微的会大一些而且呢，这种井字格的这种花纹，就是这种绘画的方式呢，其实最早从咸丰时期开始出现咸丰时期呢，有那种喜字，也是4方喜跟这个纹饰差不多类似，也是用矾红勾勒，然后变成9字格来画这个纹饰所以它这个纹饰呢，应该说是传承下来的，也是延续咸丰时期的绘画的一个风格演变而来。对，这个有点叫9宫格，9宫格。这件东西呢，就是我们叫粉彩花虫花虫这个盘儿。那么这种亚字形，我们叫窝角亚字形，家里边井字纹。那么这种工艺呢，相对来讲，它主要是用模具来制作的。那么所以它呢，这种东西呢，这个过去量还是比较大，但是后来这种工艺呢就比较少见了再加上每一个空白处都要人精心的绘制，因为这个图案比较零碎，它不是一个整体的，比如画山水通景，那么就整个是山水，它是一个一个，你海棠花、石榴、荷花是吧？这个什么柿子呀、桃什么，它得一个一个画，所以它的工艺呢，实际上是很复杂人为的一点一点勾勒勾画，中间还有起托它是起托作为模印的，所以它把托呢，本来这个上面这个井字上面呢是描的金
那么当初一烧出来以后，描完金烧出来以后呢，颜色是非常漂亮的，也是那种富丽堂皇，啊，金光灿灿的感觉，啊，这个在民谣当中，这种都是属于戏路的，啊，那么这个反面呢，刚才我们看了这个它这个款制，它的款的这种写法呀。其实我们以前讲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习惯啊，要是这种东西要在我手上，我一定用碱水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看得非常的舒服。因为这个上面由于落完了灰尘，我们很多朋友有一个习惯说，这个瓷器上有留这个包浆，别把它洗了，其实错了。所有的大收藏家，你们看好了，他们手上拿出来的东西都漂漂亮亮，一样，漂漂亮亮的。一个人家懂得保护，第二个人家绝不让污垢留在这种艺术珍品当中，而我们越是不懂的人，越是呢装腔作势，还的包浆，这个笑话，是吧？所以我们讲瓷器的这个保护，应该是把它处理得干干净净的，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你把泥糊上再厚，它还是假的。所以这个包浆这个说法的话是毫无根据的啊！这个说明一个什么呢？说明我们自己的眼拙。根本就不懂，啊，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呢，的确，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碰到很多的朋友说这种话，让你哭笑不得，啊，所以像这样的东西的话，其实包括我一参加这个工作，我们老先生首先要求东西回来一定要处理干净，不允许有污垢留在器物上，这就是我们老一辈对这种文物的保护意识特别强，这也是对历史文物的一个尊重。啊，这个是我讲给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呢多说几句。是的，我看它这个啊，有可能是最早文物公司出来的，这是文物公司因为看它这个底足这块这个老的这种包浆的这个样子哈，这个而且老瀚海的签儿，这第14期，这应该是今天晚上是8点钟举锤拍卖会有这一件，如果大家喜欢的啊，不要错过了。这个可以就这么大点。这么大点一个小，就整体品相还是可以的，非常，而且是典型的这个，从咸丰一直延续下来的这种风格的这种盛盘啊。好，我们再换一件。我们有网友说让介绍一下蓝瓶子是吧？蓝瓶子。我们这一件讲完了，下一件就是蓝瓶子啊。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造型比较漂亮的橄榄瓶？瀚海库房的东西。对。文物商店的东西。没错，因为这种东西在文物商店过去还是比较多，但现在看不到。行，那么这件整体品相也还可以啊，就是口上有一个小磕。好的，我们来看我手中的这一件，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第1505号拍品啊，是一件清乾隆的矾红彩福寿纹盘。这个脏的呀，大家能直观的看得到啊，这个老冲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一件的主体纹饰啊，它的中心位置呢是以这个矾红啊，以矾红画了五只这个蝙蝠啊，画了5只蝙蝠。然后最中间呢是以这个矾红勾勒出来这个团寿，以这个金彩来填绘啊，以金彩来填绘。那么这也是我们一直中国人经常说的五福捧寿的这么一个题材啊。然后我们再往外看，就是在它的第2层，内壁的第2层的这个中心主体纹饰啊，它是以不同的这个写法啊，写了各个不同的寿字啊，不同的寿字。我今天啊，汤老师，我大概数了一下，有100吗？如果没数错的话，100肯定盘啊，矾红彩福寿纹盘。然后它的品相呢是口沿小磕，我目测这块就有一个小磕啊，口沿小磕及冲线啊，口沿小磕及冲线，我再看看。这个小磕呢，它是有那么1处2处，我目前看到有2处啊，至少有2处的小磕。然后这一块呢有一个老冲，老冲，这个也是有，但是好像是有103左右
还有103。对，它可能也是根据这种布局啊，根据这个大小的布局，然后写了100几个寿字啊。这个写100多个寿字也是挺让人真的是挺不容易，挺费工的啊，我觉得。对啊，然后呢，之前啊，就是说看到这个寿字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多寿字？而且每个寿字都不一样。然后直到我们当年看到那只万寿尊的时候，才知道哇，寿字的写法也原来远远还不止这些啊！万寿尊呢，那得有是1000个寿字，然后就是每个寿字写了10遍，然后等于是有10000个寿字。所以说寿字啊，是中国。就是说长寿啊，一直是中国这个人民一直以来比较期待的事情啊，每个人都期待长寿啊，所以呢，这个寿字呢也是有不同的各个的写法来表达人们对长寿的这种期望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边缘的这一圈呢，它是以矾红彩来画了这个一圈的如意云头纹啊，也是吉祥如意的意思，并且呢，它画这个如意云啊，我觉得还比较讲究的是，它在如意云的底部啊，以这个淡淡的矾红彩作为了它的一个底部的一个衬托啊，所以呢，整体的这个绘画还是非常的细致的啊，还是非常的细致的。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外壁啊，盘的外边。外边呢，它的这个盘壁上呢，是以这个3组这个折枝的，就是竹子啊，3组折枝的这个竹子啊，作为一个装饰。然后底部呢是落了一个大清乾隆年制的一个青花款啊，青花款。然后这个款呢，应该说和我们见到的这个官窑款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啊。有些事情还是要跟大家汇报一下的，对不对？还是要跟大家汇报一下的啊。这一件呢，它还是和官窑款有一定的区别啊。但是这一只呢，我觉得整体来说啊，品相还不错啊，还可以。然后呢，它的主体纹饰也是表达一个长寿，这个吉祥如意的一个寓意在里边。然后整体呢，它都是以矾红加局部的金彩填绘，然后画工呢细致啊，写了100多个寿字啊，也是非常不容易。所以呢，这一支呢，如果说有喜欢的朋友，大家今天晚上也要多多关注一下。好，这个百寿啊，五福捧寿，这个寓意已经很清楚了，咱们一看不用多说。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说了几个。第一，这个造型，大家注意没有？这个形啊是直着斜着进去的，有点斗笠的，哎，有点撇的往外。大家要注意，这种造型呢，乾隆比较多。那么雍正的话呢，往往这个腹部啊，相对的比较要圆浮啊，比较圆浑一些。这种造型的出现，一般都到乾隆的中晚期以后。所以一看这个形儿，就知道它的年代不会是雍正，啊，你说这个口沿这么陡直，那么雍正没有吗？有啊，斗笠碗就是斗的呀。但是作为盘来讲，这个雍正时期的这个盘，相对于乾隆，他写的要缓一些，要腹部啊要圆浑一些，而乾隆时期的这个口沿比较的直平啊，这个呢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里边的这个矾红。我以前一直讲过，矾红颜色如果它产生了那种像油漆一样的油亮的时候，它的年代已经到了清末，到了民国以后。在这个之前的矾红一定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颜色一样，虽然它是红，但是这种矾红的颜色它是干涩的，没有光泽，这个一定是一个规律。那么这个的话呢，要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里边这么多的寿。我们董小姐刚才讲了，她数了一下，有103个。我们不管它有多少啊，如果我没眼花的话，我所要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尤其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喜欢书法爱好的朋友，
如果你买了这个牌儿，回去好好研究一下这个寿字，我觉得还是挺有一点意思的。因为这种寿字，刚才我们讲了，万寿尊是1000个寿字写了10遍，是的，是1万个，对吧？那么这个寿字有我们中国传统的寿字的写法，有变体的写法，有些寿字啊，完全就是杜撰出来的，但是它的寓意，它的主观意望是好的，希望把这个结构改变以后，也能表达这个寿的含义。是的，但是这只是每一个人的一种意愿，或者说每一个人的创新。就是说，中国的文字啊，它的变化非常大。如果说对这种寿字喜欢研究的朋友，这个东西价格不高，是可以作为一个资料把它收集起来。尽管这个上面我们有2个冲线，但这个无法忽略不计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作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平时我们见也是不多的也是不多的，比较少。而且这件东西呢是一件民谣作品，因为它底下的款刚才我们给大家看了，它这个款写的呢不是那么特别的规整，至少说这个几个字绝不是一个书法家写出来的，算是认识一点、认识几个字的一位先生写的，写的还不那么规整，也算是民谣精品。这个民谣当中也算是这个表达那个意思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讲，年代一定没有错，这个可以放100个心这就是这件作品我所要讲的几点这个希望和大家共同来探讨、来研究。好，这位坤行天下说，汤老师他要点个菜，要点那个宫粉地儿的碗是吧？是道光的那只吧？宫粉地儿。一会儿帮我们把1529号道光的宫粉地儿的宝相花碗找出来吧。好 ，OK， 好的。1529哈，我们先把那个1518吧。对，那我们先往后讲把那个橄榄瓶先拿过来。好嘞。好。好的。哎呀，谢谢董妹那个坤老师，我也不知道您这个是哪路大哥就是经常在微信里边会有网友这个董妹妹，我也不知道是哪位大哥在照顾我谢谢。来，我们刚才有网友说想要看这个蓝瓶子应该就是我手中的这只，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第1513号拍品18世纪的季兰釉橄榄瓶季兰釉橄榄瓶。那么我们看到这只我们说单色釉的东西就是一是看颜色，二是看造型，对吧？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看到单色釉，就是说颜色这方面固然重要，但是首先得看这件东西的这个器型高不高级，我们再来看它的颜色漂不漂亮，对吧？如果说它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一件低路分的一个造型怪异的东西的话，那么它的颜色再漂亮，我觉得也不能给它怎么去提分那么我手中的这一只橄榄瓶呢，为什么我要夸它的这个造型好为什么要夸它造型好？因为它的这个造型呢是一个橄榄瓶的一个造型，就是看到它，我第一反应就是我们上博的那只粉彩的那只，就是张永贞捐给上博的那只橄榄瓶的造型，就是这种造型呢，它一定是在立件里边，这个造型是非常的优美的就是说它的曲线弧度都是非常的漂亮。这对于工匠当时烧造的时候，对于这种工匠的手艺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挑战。就是你给它这个肚子，这个橄榄这块的这个肚子，你给它烧的稍微大一点，它是属于那种臃肿肥胖的型了。对，就是你一定让它就是肥胖适度，你要是给它弄得太瘦了也不好看，对不对？对。所以说这个橄榄瓶呢，它作为一个特殊的造型呢，我觉得就是还是有它的这种
优美的线条的一个，就是它是具有吸引力的哈。然后再来看它的这个颜色，颜色呢，它是以这个蓝，就是霁蓝啊来表达它的颜色。整体的这个颜色从上到下都是非常的匀称，没有出现说是哪儿黑一块白一块的这种。这也是我们看一件单色釉的瓷器啊，对于颜色方面的要求，就是一定要非常的匀称。那么蓝就是要蓝中蓝的非常的沉稳，对吧？我觉得我们这一支做到了啊。那么还要跟大家汇报一下它的品相啊，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口沿有修补啊，口沿有修补。我迎着光呢，大概是看了一下，就是这一块儿。这一块好像是有修补啊，那么具体的这个品相啊，也请各位要注意啊，就是今天晚上如果是要参拍之前，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店铺，或者是我们目前的这个小黄车的这个下边啊，会有所有拍品的这个紫光图、细节图啊。有些品相我跟汤老师可能口头描述，或者是通过镜头没有办法为您来100%的来呈现，您一定要自行去查阅这个拍品的品相报告啊。然后这一支呢，我觉得就是说造型也好，颜色也漂亮。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底部啊，底部呢是并没有落款，这要是落一个什么款的话，那也是非常牛的一件啊。对。然后通过这个底部的这个镜头里边，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是。这个叫铁足啊，叫铁足。这看着这个胎骨是非常的坚硬的这么一件啊，胎骨是非常的坚硬，所以说这一件呢，我觉得作为一件立件啊，也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们晚上的拍品，好多是盘子啊、碗啊什么的，就是立件呢，在瓷器在拍卖行情里边，立件一定是大于趴件，就是这个价格来说，一定是这样子啊，同类型的。所以也请各位要关注一下我们这一件非常漂亮的拍品。对这个造型呢，因为比较的有名，尤其是在清代这个雍正时期的橄榄瓶，除了这个我们讲的是蓝釉的、红釉的、青花的、粉彩的，总体来讲呢，这个造型啊，它的这个影响力在瓷器铸造型当中，它算是一个佼佼者。这个不仅是因为我们讲这个张允的女士捐给上海博物馆那个粉彩巴陶这个福寿双全的那个橄榄瓶以外，几个亿哈。对，他当时买的并不贵，4000多万4000多万港币但是他把这个东西捐出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呢，这个东西传世不多，关键问题在这儿。它不是钱的问题，是东西多少的问题。我们全世界那么多家著名的博物馆里边，你叫他拿一个这个瓶出来，我估计谁也不敢说这句话，除非他有底气。一般的我们很少见到这样的东西的，所以他把那件东西捐出来，真的这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真是功德无量。所以他那件东西呢，影响在全国全世界影响都很大。那么同样的这个造型有青花的，青花福寿双全的这种东西呢，在传世当中也不多，上海博物馆有那么这种东西也是不多的。所以这个造型的当时的生产量，你想想，雍正只有13年，是吧？这个13年当中，是吧？能有一些比较漂亮的杰出的作品，本身年代就有限，所以产品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我们现在眼前见到的这件东西呢，我个人看法它这个包括底足的处理这些方面，这件东西呢还应该是乾隆左右的应该是乾隆时期的作品。那么我们这个写的比较含蓄了，就没有直接写明乾隆，而是写的18世纪。对，因为它不落款，我们也就不用给它太没有把它具体到某一个年代。是18世纪，那你可以讲它是乾隆的、嘉庆的，是吧？这个你可以去想，但是这个我们镜头前的朋友，我想这个东西摆在这儿，大家看得很清楚一个是它的造型本身另外一个它的釉色本身，这个都可以看得很明白。
所以我在这儿呢，我们也不想讲更多，但是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更多的去关注，然后你再做决定，因为东西美，走到哪儿都美，啊，但是自己喜欢的话呢，做这个决定还是应该要认真的啊，这个不要大而化之，这个我们这个不足取啊，不足取。是的。反正这是一个立件啊，我觉得作为陈设器，作为一件花器来说，还是挺漂亮的，放在家里。好的，我们来继续往后。是吧？应该是这一只吧。这只1529号青道光的外宫粉底儿内宝相花啊，内宝相花的一只碗啊，哇，这个画得很细啊。品相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磨口，对，1529，宫底儿，对，它是磨口。然后呢，这件呢它是有使用痕迹。为什么说它有使用痕迹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外边呐，这个釉啊，还有包括它里边的这个釉啊，就是由于使用啊，就是有一点失光啊，有一点失光，这个需要跟您汇报一下啊，有一点失光。然后呢，它的外边呢是整个的以这种粉底儿啊，以粉底儿作为地子，然后呢上边以这个粉彩来绘画了，这是梅花啊，梅花，然后这个折枝的这个应该也是西番莲吧，折枝花，然后这是菊花，这是牡丹吧？这个，啊，这上面是菊花，对，对，这是菊花，四季花卉，四季花卉，然后这是荷叶啊，这是四季花卉，荷花，没错，荷花，然后这个是牡丹，对，这个是牡丹，四季花卉，四季花卉啊，这画的还是非常的细致的啊，而且呢，这种用料呢，一看就是非常的老道的这种啊，就是这个料非常的漂亮。底部呢是以青花来写了这个大清道光年制的6字3行的篆书款啊，6字3行的篆书款。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里边啊，里边呢这是以松石绿啊作为地子，然后呢这个边上一圈呢以蓝料彩，然后再配这个粉彩加矾红，然后中间呢还有这个描金的万字纹啊，作为一个装饰，然后中间呢这个是一组这个宝相花啊，一组宝相花，那么也是以描金彩加矾红彩，然后呢再加中间的这个粉彩啊，粉彩、金彩加矾红彩3种彩相结合，然后包括这个蓝料彩啊相结合。就是画的这么一个宝相花的一个纹饰啊，整体来说这一件的造型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我觉得这一件应该是到对，这一件是到官窑的一个质量的啊，只是它里外啊因为使用有点失光，有点涩，有点失光。对，那么这件东西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俊俏、华丽的一件作品，画的还是非常细的。这个呢工艺啊，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工艺呢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那么尤其是这个各组花卉啊，都是尽心尽力，描绘的也非常好。主要让我感觉痛心的是什么呢？它这个表面的这个粉彩啊，包括它的这个使用痕迹啊，我也不知道这位藏家呀，怎么使用的？这个可能是不是皇家的子弟呀？这用起东西来真狠啊！这个把这个里外的这个光泽呀，通过可能是酸碱一类东西，对，把它给光泽给腐蚀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东西呢，应该说保存的还是非常的完美，啊，就是光泽稍微欠了那么一点点，这是使用啊，所以我们写的很清楚，是因为器身有使用的痕迹，对，啊，这个我们给大家讲的非常的清楚。但这件东西无论从造型也好，到纹饰也好，还是在这个道光时期还是不多见的，这个，还真是还是很漂亮。啊，尤其像这个这个碗的这个地方，明显看出来，它这个粉彩啊堆的还是蛮厚的。是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粉彩，这个地方就看出来。就堆非常的明显，非常明显，而且也是非常漂亮，工艺啊真的是费尽了心机了。这件东西。就这件画工还是
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只是非常可惜，就是它里外有点失光。就是有点失光。这个款写的也比较规矩，啊，这个也是写的比较好的一件东西。哎呀，真是可惜，就是给它弄成这样，真是。唐老师是刚刚才看到这一件，刚看见，所以我在之前没看见。哎呀，这个就是质量非常高，就是这个用的人有点粗糙，太糙了。这个什么人呢？这是用成这样，真是让人痛心用的。不应该这样。这么好的东西，就像我们讲的，这是非常非常娇滴滴的个小姐，你这真是弄，哎呀，弄成这样，真是的。难以置信。好，坤老师，还有什么问题啊？可以随时跟我们说啊。对，可以。这件东西，我觉得我跟汤老师都觉得就是画工非常的了得啊，画工非常漂亮，也是挺细致的一件作品。那么唯独呢，就是口上抹口，然后里外有点施釉啊。对。所以这一件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多多参与。对，好，来，咱们再换一件。哎，这个画的真好，四季花卉。就是彩这一块的釉好像保存的还可以，还可以。但是粉彩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看它是用了什么样的材料啊，酸碱啊，腐蚀成这样了。这件釉面也还挺漂亮的。这是，我知道，这是1519号。好的，我手中这一件呢是今天晚上的第1519号啊，清嘉庆青花矾红，福寿纹盘啊。先跟大家说一下品相是口沿冲线，口沿冲线，然后是抱釉及小颗，口沿冲线啊，那就是这一块啊，有一个小颗引出来一条冲线，小颗引出来一条冲线啊。抱釉，及小颗，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件啊，因为这件呢也是我跟汤老师挑出来，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件的主体纹饰啊，和我们刚才的，那一只是汤老师是什么年份啊？刚才那个是乾隆。乾隆啊，乾隆。那么这一只的主体纹饰和我们刚才讲的另外那只乾隆的主体纹饰啊，几乎是一致的哈，一致。那么它的主体纹饰也是五福捧寿的一个题材啊，五福捧寿的一个题材。那么它的中心呢是以矾红画了五只这个蝙蝠，然后呢中心是以这个矾红加精彩的这个填充啊，然后画了一个团寿。那么5只蝙蝠围绕在这个团寿一周，那么也是五福捧寿的意思。然后呢这一块呢是拿矾红。画了一圈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变体的如意云头纹啊，如意云头纹也是寓意着这个吉祥如意的意思。然后呢，再往外就是盘的内壁啊，依然是和刚才的那个画工比较相似啊，也是以矾红来写了这个不同的这个寿字啊，所有的这些都是表达的一个字，就是长寿的寿字啊，也是寓意着这个长寿之意啊。然后呢，在靠近边沿的这个一圈呢，是以2道的青花弦纹线啊来作为这个分隔啊，作为分隔。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面，这个背面呢是以矾红来画了4只这个蝙蝠啊，画了4只蝙蝠，然后在这个底部呢是落有一个大清嘉庆年制的这个6字篆书的一个款式啊，写的也是比较的这个草率，比较的洒脱啊。那么这一件呢，就是我觉得它虽然说这个款和我们的这个官窑的嘉庆款会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啊，拿到这件东西给我的感觉是它的这个质量是不输于官窑啊，因为它的整个的釉面还有它的这个画工啊，都是非常的细致，这个用料也好，还是说画工也好，也是要求还是蛮高的啊。您看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镜头底下，我稍微转动一下，感受一下这个釉面，它的釉面是非常的干净莹润，非常漂亮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一件。好，这件东西呢，我想，只不过呢是和我们刚才讲乾隆那件东西呢，有一些局部的变化，比如说口沿
这个是用青花玄门，那个呢是用这个灵芝云头做辅助纹饰。那么这个里边呢，最关键的我就想讲一点了。刚才我们讲五福捧寿，刚才这个那个呢，我们刚才讲的是乾隆的，这个是嘉庆，都是有款的啊。那么不同在哪里呢？大家注意，如果你把小黄车翻开以后，再看一下刚才的那一件，你们就发现中间的5个蝙蝠啊，它是有不同的地方。刚才那个5个蝙蝠呢是有胡子的，而这个蝙蝠是没有胡子的，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翅膀的梢啊，那个上面是有爪的，而这个上面是没有的。这两者之间非常明显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一个年代的变化。乾隆和嘉庆就不一样，但是那个带爪这个现象呢，偶尔在嘉庆、道光的里边也会出现，但是这种几率很低。而这种我们看到这个5个蝙蝠一直延续到了清末，而且呢还有一个它的体态发生了变化啊，这个呢就是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在鉴定过程当中需要长期去积累的啊。我们看乾隆的官窑有胡子啊，耳朵是老鼠的耳朵，对，这个肩膀上有爪，这个翅膀的梢上也有爪，官窑有，民窑有。你看这个到了嘉庆以后，这个2个眼睛就是用2点，胡须也没了，眼睛就2点，这个翅膀的梢上面也没有爪了，说明什么？纹饰发生了变化，那么也告诉我们年代已经变了。那么通过这件东西，我们举一反三，凡是看到今后这种形态的蝙蝠，你就不要给我再想到乾隆去了，这都是往乾隆以后想。那么这就把我们鉴定的准确率啊，在时间概念上就缩小了很小了，这有助于我们的准确率啊。这就是我们讲在鉴定过程当中每一个细节的变化，都是我们要值得注意的地方，好吧？这个就是我想最主要强调的地方。另外一个呢，中间的团寿的寿字啊，和乾隆的那个寿字写起来明显的简化了很多。这也是时代变迁以后得出来的这么一个结果。汤老师，我们可以把那只拿过来对比一下。OK， 可以啊。来，小谭，把那只拿过来再对比一下。是。拿过来了。哦，来啊，呵，这么快。来，1015，看见没有？怎么拎起来就看出来了？看见没有？这个两个盘的这个纹饰啊，给我们放到全景。对，这边呢，你看有胡须是吧？这个梢上带爪，这个你看没有胡须，就是眼睛就2点，而且它的翅膀尖上就这么一勾，就像个括弧一样就结束了。而这个上面非要把2个小爪还必须要画出来。来，把这2个小爪给它拉近，来，烫，给我们拉近了。对。来，拉近。好嘞，再近。这个胡须大家都能看得到了啊。这是乾隆的啊。这个呢，就是乾隆、雍正时期，民窑也好，官窑也好，它一定是有的。啊。那个没有画的那么简单，像我这个你看就很简略了。这个翅膀梢就得像括弧一样，2个眼睛就这么随意的一点，胡子也被剪掉了，是吧？那乾隆的它就有啊。另外这个如果说画的再细一点的话，它头上还有2个老鼠的耳朵，那个是画的还要细一点。那这个呢还稍微粗略一些啊。对，包括这个寿字啊，就是现在镜头里边的这个寿字是乾隆的，是乾隆的寿字。对，然后再来看汤老师手中盘子的那个寿字。给我们这个寿字看一下，转过来。好嘞，看见没有？这个寿字简单很多吧？
哎，这些都是我们在鉴定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啊，不要大而化之。学鉴定就是点点滴滴的积累啊，不能够大而化之的。你这样的话怎么学鉴定呢？是吧？是的，就这样。好嘞，正好接着这两是吧？希望我们大家都有所收获啊。不是说你一定要把东西买到了，藏到自己家里，这个自得其乐啊，独自欣赏，不是这个。对，共同分享。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好，那么